德国《明镜周刊》近日刊登了一幅题为“人口印度将超过中国”的漫画，画中展示出2辆不同的列车，一列是超载的火车，车上挤满坐着、站着甚至挂着的人，列车顶上的人举着印度国旗。另一列是车身印有中国国旗的高铁列车。这幅带有偏见的漫画引发印度人的不满。印度人民党全国副主席巴贾扬特·杰伊潘达称，这幅画应该改名为“种族主义的巨魔”。他说，考虑到德国涉及种族主义和大屠杀的不友好历史，各地的德国人都应该迫使这家煽动种族歧视的刊物对着镜子正视自己的良心。还有印度网友嘲讽道，几年内印度的经济规模就将超过德国。发表这样的漫画呢，包含了西方对印度的相对来说迟缓的经济发展的一种看法。那么印度能不能纠正这种看法呢？我觉得呢，光靠他们的愤怒是改变不了的，他们需要的还是他们的实际的正确的行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联合国4月24号宣布，印度将在4月底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对此您有何观察呢？我看了一下国内外有关报道，主要就是在讲3件事情：要么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失速，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么是印度的人口增长如何是双刃剑，人口激增带来失业率上升，甚至搬出马尔萨斯陷阱理论，认为印度人口增长会吃掉相对缓慢的社会财富增长，印度发展将陷入停滞；要么就是将中国和印度对立起来，讨论印度会如何取代中国，中印会如何因为发展竞争而陷入对抗之中。这3种角度在我看来格局都太小了。我更感兴趣，中印2国携手合作会创造怎样不同的未来。首先，我不倾向于认为中印2国处于绝对的零和经济竞争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印度庞大的人口是某种负担，会占据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全球资源，那这种观点实际上和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暴论一样。当时奥巴马对澳大利亚电视台声称，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过上和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一样的生活，那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悲惨的境遇，这个世界将无法承受。这种观点的本质就是在自己发展起来之后，认为其他人的发展对自己是有害的，因此要求别人不可以过上一样幸福的生活，甚至要求他们付出更多的牺牲。没错，庞大的人口的确需要消耗庞大的资源，但人口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最无可取代的资源。人口消耗财富，但在正确的社会引导之下，人口也能创造千百倍的财富，惠及全世界。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并向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迈进的过程中，西方社会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所以他们才能安然脱实向虚，以轻松的生活享受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印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法享受到其中经济增长的红利。其次，印度可以复制中国的经济奇迹吗？我认为关键不在于印度可不可以，而是中国有必要在印度身上延续自身的经济奇迹。用一个简单数据来说明，当前世界上现代化国家的人口总计约占全球的16%，都在欧美国家，而中国人口占到18%。中国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格局。试想一下，当印度占全球18%的人口也能实现现代化，那加起来就是全球52%的人口，这对人类文明的意义是空前的。如果只有中国的现代化，那或许会被认为是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对立，但再加上印度的现代化，世界将彻底走出西方文明的秩序阴影。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会不会有分歧和矛盾？一定会有，在于某些人民粹主义的操弄，在于某些人基于无知的傲慢，甚至是某种愚蠢的猜疑链，当然也在于两国间在各种领域不可避免的竞争。但这不妨碍我们去看到两国间合作的美好未来。做不做到是一码事，能不能看到则是另外一回事。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中国人已经释放出了很大的善意，最终的选择
在于印度。就像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言，是作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还是销声匿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印度如何理解并践行与中国的关系。好的，谢谢张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